研究表明，每天吃一苹果，患糖尿病和胃癌的风险或会增加。咋回事？张大妈今年60多岁，在这个年纪已经没有吃很多食物的欲望，只希望每天能吃上自己做的饭就足矣。不过，张大妈却有一个保持数十年的习惯，那就是每天吃苹果。无论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，只要自己的身体没有不舒服，张大妈就会吃一个苹果。因为她的这种习惯，她的老伴也向她学习，开始每天吃一个苹果。然而，某天正在洗碗的张大妈收到了来自女儿的信息，主要是说不让妈妈每天吃苹果，可以隔几天或者隔一段时间吃一次。她赶紧问女儿怎么回事，女儿说这样可能会增加患糖尿病和胃癌的风险。这下可把张大妈吓坏了，她脑袋里止不住的思考，女儿的话到底是不是正确吗？如果是的话，具体是怎么回事？而在现实生活中，像张大妈这样每天吃苹果的人群也非常多。每天吃苹果到底会不会增加糖尿病和胃癌的风险呢？苹果的知识你知道吗？在日常生活中，作为水果的一种，苹果是非常常见的一种食物。苹果的原产地来自于伊朗北部、欧洲中部等地区，而在我国，古代的花红、林檎被认为是我国的本土苹果或者与苹果相似度极高的水果。比如在汉武帝时代，有一些百姓研制栽培出林檎，成功之后大多被用于制作香薰、衣裳、香囊等物品，很少有人会使用。经过时代的不断发展和演变，我国土生的苹果大多种植于现在的山东、河北等地。本土苹果的特点是皮薄、味道甜美、产量少，不易储存，因此直到清朝时期都会把它当作贡果。而后当大量外来国家侵犯我国，使得外来苹果进入我国，或者采用西洋和本土水果杂交的方式进行改良。民国时期以后，外来的水果品种成为我国苹果市场上的主流。我国的本土苹果在市场的不断更迭下逐渐灭绝。发展到现在，苹果的品种已经各式各样，比如有辽福苹果、韩富苹果、夏绿苹果、超红苹果、红富士、秦冠苹果等等。按地域分，又有庆阳苹果、辽宁苹果、澧县苹果、霍州苹果、锦州苹果、陕西苹果、吉县苹果等等。陕西省是我国苹果种植面积最大、产量最高的省份，因此陕西苹果是目前市面上最常见的地域水果。仅这一个省份的产量就可以占到我国所有苹果产量的1/4，而在世界苹果产量上依然能取得1/7的耀眼成绩。尤其是陕西省产出的浓缩苹果汁，无论是产量还是出口量，在我国都可排名第一，同时占世界产量的1/3，这意味着每3杯苹果汁就有1杯来自陕西。而说到与苹果的文化，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，都有不少历史与传说。比如在我国就有平安夜之说，大约在21世纪之初，我国开始流行在平安夜前夕送苹果，寓意也很简单，苹果的苹象征着平安。比如在国外有伊甸园的禁果之说，这个传说大部分人也都听过，就是亚当与夏娃吃了上帝不允许吃的禁果，随后被逐出伊甸园，这里的禁果普遍认为就是苹果。总而言之，无论国内还是国外，有关苹果的历史渊源都比较悠久，都足以证明各个国家对苹果的重视。那么食用苹果到底有哪些好处呢？2. 一天一苹果，健康靠近我。在西方的传统饮食观念，认为每天吃一个苹果就可以不用看医生，尤其是美国，他们会将苹果作为减肥瘦身的必备品，到节食的这一天只吃苹果，因此节食日对他们来说也是苹果日。久而久之，我国便将这些西方饮食对于苹果的观念叫做一天一苹果，医生远离我。这句话到底有没有科学性呢？确实有。首先，苹果含有的膳食纤维很多，可作为现代人膳食纤维的补充物质，而且苹果中的膳食纤维是一种可溶性纤维，因此人体吃进去之后我会产生生硬感，大部分人都能够接受。其次，苹果中含有大量的微量元素，比如说苹果中含有丰富的锌元素，这也是苹果一个较为独特的地方。我们都知道锌元素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物，尤其是未成年儿童的生长发育会受到它的影响。如果锌元素补充不够，食欲不良，身高发育缓慢，
易受伤、味觉失灵等多种问题会随之而来。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，那就是吃苹果能够降低癌症的风险。当然，它着重指的是降低4类癌症的风险，并不是所有癌症的风险。根据有关研究，苹果能够降低肺部、结肠、乳腺和肝脏4个器官的癌症风险。在2016年，一项来自于美国的研究表明，与那些不吃苹果的人相比，经常吃苹果的人群会降低大约11%的肺癌风险。之所以会得到这一正向数据，是与苹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有关。在2009年，梅斯医学经过大量的统计与调查，苹果中含有的膳食纤维和益生菌能够降低结肠癌的风险，降低概率为34%。2020年，世界卫生组织对20多万年女性做过一项研究调查，经过研究之后的数据汇总，最终发现，经常食用苹果可以起到预防乳腺癌的作用，能降低21%左右的乳腺癌风险。而至于肝癌风险，是与美国某所医疗中心研究有关。这一医疗中心叫做迪肯尼斯，通过经常食用苹果组和不吃苹果组的对比研究，经常食用苹果能降低大约30%的肝癌风险。癌症或者恶性肿瘤作为当今致死率最高的疾病，小小一个苹果就能起到有效预防和降低的作用，对于人类来说是非常值得庆幸和骄傲的。然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苹果这一水果王的地位受到威胁。很多人说每天吃一个苹果会增加患糖尿病和胃癌的风险，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？具体又是怎么一回事呢？3. 吃苹果也有害处。先告知大家结论，每天吃一个苹果确实会增加到血糖和胃部，久而久之增加患胃癌和糖尿病的风险。1. 苹果与糖尿病之间的联系。上面说了那么多苹果的好处，但是不要忘记苹果作为水果的一种，就会含有大量的果糖。果糖对人体来说是提供能量的物质，当人体食用苹果，血液之中的血糖就会在短时间内升高。此时，如果是身体健康的人群，那么血糖就会在食物进去之后快速分泌胰岛素，胰岛素就会将血糖控制在正常范围。然而，如果血糖已经出现偏高的人群进食苹果，那么当人体吸收之后，血糖中的胰岛素就无法像正常人那样快速分泌，自然血糖就无法控制在正常范围，久而久之血糖指数会越来越高，而伴随的疾病风险首当其冲就是糖尿病。糖尿病的特点就是高血糖，常常表现为喝水多、吃饭多、尿液多，而在身体内部已经引发肾脏、视网膜、神经等多种器官和组织病变。最关键的是得糖尿病之后无法治愈。2. 苹果与胃癌之间的关系。胃癌是消化系统中常见的恶性肿瘤，发病部位可以出现在胃的不同部位，常常表现为上腹疼痛、食欲缺乏和身材消瘦，久而久之有可能引起营养不良、贫血等等其他疾病。对于正常人群而言，每天使用一个苹果对身体不会有任何负面影响。但是如果肠胃本身出现一些问题，那么在此基础上就会出现消化不良、腹胀等情况。再加上苹果属于酸性的水果，肠道功能本身有障碍的人群选择在早上空腹吃，就会造成胃黏膜损伤，久而久之就会出现胃溃疡、胃炎等胃部疾病，严重一些的就会增加患胃癌的风险。除此之外，一些年纪稍大的中老年群体已经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，因此经常买一些打折的苹果。殊不知这些打折的苹果虽然便宜，但是质量非常不好，外表看起来不新鲜就罢了，苹果内部已经出现霉变现象。而这些中老年群体认为，只要把这部分去掉还能继续进食，但实际上一旦有部分出现霉变现象，那么整个苹果内部都会产生霉菌，而最常见的霉菌就是黄曲霉素，这是一种致癌物种，在这种物质的长期刺激下会严重损害胃黏膜，久而久之就会增加患癌概率。结语：苹果作为水果之王，从古到今都受到了很多人群的喜爱。对于正常人群而言，每天吃一个苹果好处多多，比如降低癌症风险、提高膳食纤维的摄入、补充大量微量元素等等。然而这些好处并不适用任何一个人。对于肠胃本身比较脆弱、血糖容易升高，或者已经患有糖尿病和胃癌的人群，就不能每天吃苹果。
除此之外，中老年人在每天食用苹果问题上也要多加注意。毕竟年龄的增长，身体各项器官正在衰竭，无法确保血糖和肠胃处于正常状态。